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吴轩，我们好久不见啦。最近呢，我刚结束我的版型课程，是北中南都有的巡回讲座，一共有11场，所以我失踪了一段时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新增一系列的教学影片，就是在这次讲座中，同学们最常见的几个问题，我把它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啦。不要忘记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也欢迎留言给我哦。第四种是吗？再来侧片，再来是复合式，也是有拉链。好，那请大家看一下前面，有没有觉得上面的三种跟下面的三种是？上面的3个一组，上面这一组跟下面这一组有拉链跟没拉链啊？为什么它一定要有拉链呢？我也可以做拉链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也可以做拉链，但为什么它一定要有拉链？啊，它上面是不是中空的？对。我们刚刚不是说花花就像一个6面体，它像骰子一样有6个面，可是上面这3种是不是只有5个面？上面的盖子都没有啊，但是下面这3种是有。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内体是怎么做的呢？上面3种叫做套带，下面这3个呢做法叫包边。套带的做法，刚刚我们就是拿这个起来展示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做一个啊，我先做一个黑色的，是它的外皮，就是它大的部分。好，我再做一个小的在里面，好，就把它放进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是不是有说，对，这边缘是不是就车板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蓝色的会长怎么样？蓝色的是不是这个缝份是往外的？对不对？缝份是不是长这样？缝份，好，它这样子缝外，是不是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在外面？啊，会有两块这个皮在外面丑丑的，对不对？会这样丑丑的。好，那黑的嘞？黑的是不是也会有缝份？可是黑的缝份是朝内嘛，因为我们把它翻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黑的缝份是长这样。好，我这个图，我们这样上了1天课，这个图可以理解吗？是不是这个黑色的缝份是朝内？好，黑色这个在里面。好，然后当我们把这个蓝色的套上这个黑色的时候，就像上这样套进去，是不是这些丑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处在这个黑跟蓝的夹层之中？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今天帮别人定做包包，你很讨厌它，你就往里面丢垃圾，反正你封起来它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它放下去之后，是不是顶部这样缝一圈？这个就叫套带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拿这个包嘛，它是可以拿出来。好，因为它只有呢顶部的这一圈有缝合，它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它小的放里面，把缝份夹在2层之间。它尺寸是一样大。尺寸往内小的这个大概要缩一点，大概缩个1公分往内缩就好。那以我的做法，我通常比较懒我就不会再多打一个板，就同样的板，但是车缝的就缝合的时候，缝份多留一点，把它往内缝，让它小一圈，这样放进去。不然你同样的大小，你看如果蓝色跟黑色一样大，它下面就会皱。或者说你这个蓝色上面那圈，黑色上面那圈就是外圈跟内圈。你如果2个一样大，是不是外面的就会太短，里面的就会太长？所以要稍微缩一点。OK 吗？好，那包边是什么呢？包边我做一个，我先打开，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包边。这个东西这一圈黑的，这个就叫包边。包边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画一个，我这个图画太丑了啊。
比较常见的情况啊，像假设是一个波士顿包，这边就是会有一个管条啊，然后这边是车片啊，虽然这图也是蛮丑的啊，这边是有几片，还有它的内里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是不是我把那个看看一下。它有内里，有外皮啊。内里是不是一块？啊，外皮在这里。啊，红色是外皮啊。那假如这里是红的，就是红色的外皮跟黑色的内里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这边是不是有这圈管条？管条我用蓝色啊。管条是不是这样做？对不对？好，这边一个这样。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说这边有几层，也就是说6层，啊，6层就这样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里面再做一个包边，把这些丑的东西全部包起来，好，这个就叫包边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版型的时候啊，我们不需做下面这3种封闭式的包版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缩的什么动作啊，也不需要再多开个内里版，不用，就这个版型，裁一片外皮，一片内里。一片外皮，一片内里，啊，全部一起缝，缝完之后丑的地方包起来，就变成这样。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在所有的你最常见的啊，这个就是这样。啊，像这种包，来，什么叫做包边？这边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叫包。啊，懂意思啊？所以呢，那我问你一下，比如说你这个包边，它包了哪些东西？好，我数给你看。外皮，那个生片的外皮，生片的内里，还有什么？拉链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边刚好3层包在一起。好，有啊，你这后面是不是有好多层？每一层包的东西不一样啊。那包边的功能效果就这样，而且这个东西我想大家都有。它不一定是包皮，包布也可以，好吧 ？OK， 所以以上呢。套带跟包边就是我们常见的2种，包内里的2种做法啊，要取决于它是结构的不同，有不同的做法，可以吗 ？OK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内容，有解答到你的疑问吗？不要忘记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以后还会有更多影片哦。